你重生成了男人最喜欢的样子，一台初代刑天机甲，曾无数次帮助驾驶员拯救这个被怪兽入侵的世界。然而，本应该被誉为英雄的你，却在最后一次战斗时被怪兽伤及核心，导致机甲的功能大幅度下降，甚至还被当作报废机器供暴力狂少女宋凌霜训练使用。于是，真正的噩梦开始了。理论上，你作为机甲是没有痛感的，但奈何老旧型号的机甲采用的是神经同步技术，宋凌霜在训练中经常导致枪管过热，从不考虑你的性能，让你每一次都感受到灼烧般的剧痛，并且更奇怪的是，每次宋凌霜跟你建立神经同步时，你都能感受到宋凌霜对你的恨意。然而你还未来得及探究这恨意的源头，耳边就传来了维修师的对话：刑天的动力炉能量转换越来越低，估计下次训练后就会永久休眠。听到这话，你瞬间愣住了，可你还未从这冰冷的宣判中回过神来，下一刻机体内置的雷达就突然发出尖锐警报，只见上面正有几个红点在靠近玄色基地。维修师很快反应过来，当即通知道：警告，侦测到能量打击即将来袭，请立即疏散人群，前往最近的避难设施。他话音刚落，下一刻几颗火球就砸穿了机库的天花板，直直向着控制室的众人冲来。可就在大家即将受到火球的攻击时，你猛然伸出手臂，将火球死死地摁在墙上。可火球的温度也灼伤了手掌的合金外壳，只见淡蓝色的金属液从指缝间流了出来。而就在这时，一名士兵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前线急电，巨兽利维约向镇海市发射了不明能量攻击，部分能量体正朝我方基地坠落，它们在空中转化成了实体，12型怪兽与可融合的聚合兽。目前距离基地最近的2台主力机甲为援至少需要半小时。听到这话，指挥室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清楚，现在基地能作战的机甲只剩下你这个老古董，而能驾驶你的人则是宋凌霜。见状，宋凌霜立即站出来说道：请让我驾驶刑天出击吧。维修员闻言急得满头大汗：不行，刑天的动力炉运转峰值只有60%，至少还需要10分钟的辅助流能才可以开启，现在强行启动一定会导致机甲报废。可宋凌霜听到这话，不仅没有停下动作，反而强行接入了神经同步链接。你隐约听到他讥讽道：来吧，老东西，让我见识下你当年是怎么成为传奇的。听到这话，你内心崩溃大喊：那你能不能等老东西充能完毕再出击啊？如果穿越也有金手指，你此刻最想要的一定是隔空给他一记耳光的能力。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只巨合兽已经将机库的大门彻底撕开。宋凌霜见状冷笑一声，下一刻直接将火箭推进器的功率开到最大，紧接着整具机甲瞬间腾空，随后对着巨合兽的头颅一拳狠狠砸下，而巨合兽也被这一拳砸得失衡。然而宋凌霜也不给他任何起身的机会，操控着机甲立即纵身一跃，稳稳地骑在了巨合兽的背上。随后他立即大喊道：弯刀出鞘！话音刚落，2把巨大的弯刀瞬间从黑色装甲中弹出，直接就朝着巨合兽的头颅切去。而就在即将打中巨合兽时，下一刻巨合兽的尖尾以惊人的速度刺来，宋凌霜被撞得险些摔去。而就在这一瞬间，巨合兽立马抓住破绽，再次发动了第2次袭击。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却被你强行介入，随后夺回了机甲的控制权，回头对着巨合兽就是一刀，轻而易举的就斩断了它的尖尾。这时机体内部也传出了声音：背部装甲受损41%。闻言，宋凌霜愣了几秒，紧接着立即操控机甲向巨合兽的头颅劈向。然而下一秒，又有几头刚刚融合完成的巨合兽跃出水面，可宋凌霜根本没有半分后退的意思，反而摆出了迎战姿态。见到这一幕，你顿时欲哭无泪。你他妈哪来的勇气啊！可现在你却不能再次贸然抢夺控制权，否则还没开始战斗，机甲就会因为动力炉过载的问题失控爆炸。而就在你进退两难之际，一声冰冷的系统音响起：丁检测到宿主完成了首次击杀，净化系统已激活，机甲代号刑天，机魂等级1级，装备模组斩杀者万步巨刃，重型火炮，背部火箭推进器，已将历史击杀转化为相应的进化点数，当前可用进化点数20000。进化点数可在商城中兑换奖励。听着脑海里的声音，你顿时大喜过望。虽然这坑爹的系统激活的有点晚，但好在它还算大方，竟然把刑天过往的击杀战绩全部兑换成了进化点数。于是你立刻点开商城界面，随后毫不犹豫地花费16000的进化点数，兑换了2个机甲最核心的部位，一个是涡轮核动力炉，不仅能延续机甲使用寿命，还能全方位大幅提升刑天的综合性能；另一个是高智能 AI 交互系统，它可以让你与宋凌霜同频交流。兑换成功，系统将在10分钟内完成派送。听到这话，你不禁吐槽：这怎么还有配送时间？不是立刻安装到身上吗？此时巨合兽的咆哮声将你拉回了现实。宋凌霜操纵着你全速冲锋，机炮锁定，瞄准眼部。下一刻，2座重型机炮的炮口朝着巨合兽骤然开火，在一轮炮火的轰炸下，巨合兽发出一声惨叫后轰然倒地。很快，其余的巨合兽也在你和宋凌霜的配合下解决完毕。此时机甲在连续遭受重创后，再度发出警告：检测到机体严重受损，请立刻使用逃生舱撤出机甲。见状，宋凌霜只好控制着你往回走。可刚抵达机库门口，身后的海面便再度传来剧烈异动，指挥室
室里的宋将军第一时间捕捉到异常，赶忙通知宋凌霜。凌霜，监测显示有一只你们从没见过的4级怪兽，我命令你立刻从机甲中撤离。可宋凌霜沉默了半晌后，却摇了摇头。我和刑天就是基地里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此刻撤离，整座基地里的人都将沦为怪兽的囊中之物，我绝不撤退。此时你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合金装甲正因高温扭曲变形，照这个趋势，不出20分钟，你便会被彻底溶解。于是你没有丝毫犹豫，一把撕开了自己驾驶舱外的装甲，将宋凌霜直接从操作位上抓了出来。宋凌霜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这怎么可能？可你并没有理会他的反应，而是一步步朝着海边走去。瞬间，几个巨大的冷却罐从机体上掉了下来，蒸腾的烟雾自机体周身升起，任凭热浪在你的躯干间流淌。半晌，你不顾一切地冲向了那个4级融合怪，炙热的刀刃插进了巨合兽坚硬的头骨中，同时融合怪6条粗壮的尖尾扫过海面，随后猛然朝你的胸部抽来。虽然你反应过来抓住了其中2条尖尾，但剩余的4条已然陷进了装甲中。可你并未因此倒下，反而双手发力将2条尖尾撕断，紧接着你用腕刃猛然切下了巨合兽其余的尖尾。警告，动力炉已崩毁，机体预计将在5分43秒后溶解。就在警报声落下的瞬间，剩余的3只巨合兽一起冲了上来。反应及时的你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腰部，可还是不幸遭到了重创，同时上肢与下身已经到了藕断丝连的地步，左臂也只剩下孤零零的金属骨架。但好在动力炉还在运转，你依然还能支配这具钢铁之躯。就在前方那只巨合兽再次冲上来的瞬间，你狠狠地用膝盖顶了上去，顷刻间便将它的下颚撞成了一滩肉泥。另外的巨合兽则用尖尾贯穿了你的背部，随后钻进了你失控的动力炉中。眨眼间的功夫，那条尖尾便在动力炉中彻底融化，同时你右臂的腕刃也已经融化了2/3，目前只能承受住最后一次进攻。下一秒，你紧拽住一条贯穿了自己的尖尾，接着不断将其从胸前越扯越长。只见你抓着那条尖尾的尾刺，忽然猛地扎进了其中一只巨合兽的脑袋里。此刻的你完全不顾身上的损伤，直接用双臂抱住了最后一只巨合兽的脖子，同时双手各自掰住了它的下巴与上颚，而后用力一扯，竟直接将巨合兽的脑袋分成了2半。这最后一击榨干了你动力炉中最后的能量，一时间7只巨合兽尽数倒在了你面前。这回只剩下了那只还在生长的融合体，目前系统警告早已因电力不足而失声，动力炉内最后一丝光亮也正在熄灭。在你模糊的视线中，那只新型融合兽即将完成孵化，那是一只比你还要高出20米的巨兽。如果让它顺利孵化，那一切都晚了。想到这，你强撑着躯体艰难地往前挪步。此刻动力炉已经熄灭，你完全是凭借着融化剩余的躯干能量在前行。另一边，宋凌霜跪坐在地，他眼眶湿润地看着你，摇晃地走到融合体前，最终你停在了融合体的身前，不再动弹，就像一尊巨像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此时的指挥室内，宋将军将视线转向了监控画面，他警惕地盯着画面中的立方体，当机立断道：调配出近海区一半的火力朝融合体开火。虽然宋将军知道这么做会波及到你，但他这回也别无选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通讯官忽然捂住耳机，激动大喊：等等，回来了，他们回来了，是红色飓风和突袭者。话落，远处2个高大身影正快速朝融合体靠近，同时红色飓风的胸前发射出9枚导弹，顷刻间径直轰向了融合兽。一阵浓烟过后，融合兽拖着残破的右前肢出现在烟雾里，它的身上沾满了绿色的粘稠液体，尾巴也没有完全伸展，但其庞大的体型还是令指挥室众人感到诧异。它居然强行中断了自己的孵化过程，就为了抵抗刚才的导弹矩阵。红色飓风突袭者全速接近目标，发动进攻。随着宋将军的话音落下，刹那间，红色飓风便如同彗星般冲向融合兽。军哥，这头发育不全的新品种就不劳你们出手了。说话的人正是红色飓风的驾驶员之一孟长青。此刻他已经来到了融合兽的身前，接着对着对方硕大的头颅就是一拳。这一拳的冲击力极强，竟打得融合兽当场飞了出去。另一边突袭者几个大步冲到融合兽身边，接着将其从海中拽了起来。这时的融合兽只剩下了一具粘稠的身体，其头部已化作一滩烂泥散进了海里。半晌，突袭者的驾驶员之一刘振轩终于开口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我这一拳下去，换谁都接不住。说着，孟长青用手弹了弹肩膀上不存在的灰，吹牛，等到防御战结束了再说。红色飓风的驾驶舱内，孟长空瞥了一眼自己的弟弟孟长青，后者则是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见状，指挥室内的宋将军这才冷静开口：通知所有地面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交火，然后前往最近的地下进行避难，等待进一步指令。红色飓风对高墙内所有2型怪兽进行清理，突袭者先帮回收小队把刑天捞回来，再加入战斗。要是在近海区或是城市内清理小型怪兽，本是地面部队的责任，若是让机甲火力全开进行清理，很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在面对2型怪兽时，各个势力都更愿意用地面部队来清理他们。但宋将军不这么想，他一直认为人命比经济损失更重要。玄色苍穹基地拥有一整条完整的高墙防线，只有机库与部分防御设施分布在墙外，其余的设施则都放置在墙内。而基地和镇海市也有一段安全距离，为的就是保证战斗时尽可能不波及到镇海市。此时的高墙上，红色飓风的手臂已经变形成了连发电子炮，凡是想要爬上高墙的2型怪兽，都会被其装甲上覆盖的高压电流当场毙命。很快，漫天的蓝色
的火雨逐渐停息，高墙上孟长青露出一副嫌恶的表情。真恶心！等战斗结束，一定要先给红色飓风做个清洁。说着，便一脚踩爆了几只想要逃窜的二星怪兽，顿时绿色的液体挂满了红色飓风的足部。一旁的孟长空神情严肃，突然开口：“可能没那个时间，在我们回城的路上，利维坦仍在不断向各个方向发射能量攻击，不然针对玄色苍穹的袭击也不会持续这么久。我们还得赶到其他地方。现在机甲的整体数量明显下降，肯定有地方需要咱们的帮助。”闻言，孟长青皱了皱眉。那玄色苍穹再遇到袭击怎么办？还有那机甲真是刑天吗？如果是那，说谁驾驶的？我记得基地里除了将军，应该没有其他人能够驾驭得了。此时突袭者忽然从红色飓风身后出现。玄色苍穹有我们，至于刑天机甲，目前好像是由宋凌霜在驾驭。听到这，孟长青不禁发出一声讥笑。军哥，你别逗我了行吗？他一个半吊子，怎么开机甲？半小时后，玄色苍穹的机库内，你的残躯与神秘的立方体一同放在这里。除了少部分研究人员围绕着黑色的立方体，剩下的大多数人都站在你的躯体前，而宋凌霜则神色落寞地趴在你的身旁。片刻，宋将军将目光从刑天身上移开，转而走向了正在激烈讨论的人群。你们说这东西是从伊甸园投放下来的，但守望者联盟与星环联盟向来理念不合，他们之间没有大打出手，已经是最好的局面了。在玄色苍穹遇袭时，伊甸园竟然会空投个这种东西下来，难道他们的工业技术已经领先我们了吗？闻言，领头的研究人员不禁蹙眉道：“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材质，它的每个切面平整到找不出任何瑕疵，工艺精度也超过了我的认知水准。据我所知，星环联盟的技术不可能制造出这种级别的东西。恕我愚见将军，我觉得这个立方体不是人类能造出来的。”在研究人员说出这句话后，顿时整个机库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时，一旁的宋凌霜打破了机库内的沉默：“你们对着一个破柱子都能研究这么久，怎么不想想如何修复刑天？”顿时，不少人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少女，但并没有人回应她。见此，少女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她从被你们捞回来就一直躺在这，你们在场的所有人，谁的命不是刑天给的？不等宋凌霜说完，孟长青突然走出来打断道：“我和我哥还有2个军哥的命都不是刑天给的，小疯子。”别以为谁都会迁就着你，现在不是给这具老古董开追悼会的时候。闻言，宋凌霜的瞳孔瞬间移到了孟长青身上。面对对方的凝视，孟长青则是毫不留情地瞪了回去。看着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宋将军立刻怒斥一声，将其打破。好了，别吵了，都给我闭嘴！老于基地还有刑天的备用零件吗？良久人群中缓缓走出一位中年人，倒是还有一套跟刑天身上一样，但都是老家伙了。以前刑天还没退役的时候，就一直在机库放着呢。不过将军，您真的打算修好刑天吗？听到这，宋将军怔怔地点了点头。那就拿出来给刑天换上吧。要是还缺什么零件，就列个清单报给我。老于，你是基地里跟我最久的人之一，你应该还记得10年前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那时的人们无不把刑天当作英雄。老于，我们需要英雄。宋将军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刑天只是个老旧的初代机甲，把预算用在一个即将淘汰的报废品身上，对于预算吃紧的玄色苍穹来说，那就是一种浪费。岂料宋将军并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只是发出了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老于一会等我们散了，你就带人开始修理。至于其他人，把注意力都放到立方体上，然后按照流程上报给欧米伽综合体，去看看那边能给出什么结果。”话落，首席技术官表情明显有些不情愿，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欧米伽一向看不起前线的研究人员，因为二者在科研地位上的差距天差地别。但事关重大，现在不是讲究这些私人恩怨的时候。就在技术官准备把立方体搬到研究室时，突然宋凌霜出声打断了这一行为。这东西跟刑天有关。此刻他掌中握着一根已经断裂的刑天支撑柱。见状，孟长青实在受不了荒唐的说法，于是不顾形象大骂道：“你又在发什么疯呢？这立方体上又没刻刑天的名字，你哪只眼睛看到它和刑天有关？”但宋凌霜并没有说谎，因为就在他刚捡起这根支撑柱时，手心便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引力，而这股力量的正是来源于立方体。只见宋凌霜径直走到了离立方体2米的位置，在这整个过程中，宋凌霜手中的支撑柱也越发不安分。当他控制不住松手的那一刻，断裂的支撑柱便如吸铁石般飞向立方体。下一秒，黑色的立方体突然冒出了蓝光。见情况不妙，宋将军当即下令：“大家快照掩体趴下！”话落，在场的所有人立即躲到了掩体后方。另一边，光芒所过之处，原本没有一丝缝隙的神秘材质，竟开始以几何体的方式向两侧分离开来。下一刻，奇异的嗡鸣声响彻机库，接着立方体崩解成了无数颗细小的几何体，然后如虫群般扑进了你空洞的胸前。眨眼间，一个巨大的黑色球体在你的胸部形成，并快速蔓延出无数精巧的结构，最终将球体与你的残躯拼接在了一起。整个过程不到10秒，待黑色的球体不再有任何动静，人们这才缓缓走出掩体，随后聚在你的残躯身边。等到众人靠近他们，这才发现黑色的球体在与你拼接的过程中2次变形，并定格成了涡轮核动力炉的模样。见此一幕，宋将军表情极为严肃：“联系欧米伽科研综合体，让他们现在就派人过来。老于维修计划先暂停一下，如果这座动力炉
是寄生在刑天身上的东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暂时先把刑天吊起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动力炉分离。如果分离成功，那就让刑天远离这个鬼东西，然后立刻着手开始维修，别再让这东西有任何可趁之机。话落，老于恭敬地朝宋将军敬了个礼，然后转身离去。半晌，宋将军转头看向宋凌霜，愤然开口：“至于你宋凌霜战场抗命，你想过后果了吗？你确实是救了所有人，但这不是你抗命的理由。作为惩罚，我将暂时剥夺你铁狱的身份，并罚你在禁闭室面壁思过1周。如果你到时的态度还和现在一样，那你的名字将从玄色苍穹的军团成员中移除。听明白了吗？”闻言，宋凌霜毫不畏惧地迎上了将军的眼神。听明白了，我愿意接受惩罚，但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此刻的玄色苍穹修理间内，一阵躁动的轰鸣声从红色飓风的手掌间传出。他正站在刑天的残躯面前，同时手中拿着一把刚被点燃的热能切割剑。随着蒸腾的空气包裹着躁动不安的剑体，剑锋慢慢刺向了刑天身前的黑色动力炉。没有声响，没有火花，剑刃就这样平静地抵在了动力炉的外壳上。另一边的控制台内，克里斯博士烦躁地摩挲着自己的额头，在他身旁站着的金发女士也跟着叹了口气。这么做是在浪费时间。孟长空立刻将太阿剑从动力炉的外壳上移开，再这样下去，不仅太阿剑会有崩碎的危险，就连红色飓风的胳膊都有可能骨折。联系宋将军吧，就现在。10分钟后，宋将军带着一行人来到了控制台。刑天是老型号的定制机甲，当时的设计还不成熟，必须人工连接机甲系统，再用电打火的方式启动核动力炉。宋将军向克里斯2人解释道。见状，克里斯流露出得体的微笑。看不出将军对机甲这么了解，我和妮娜可能会在玄色苍穹多待一段时日，有劳将军多多担待了。闻言，宋将军则是笑着回应道：“当然，玄色苍穹已经很久没来过客人了，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望2位谅解。”此时的观察窗内，数十根线缆已经接在了你的残躯上。老于则站在升降机前，不断调试着供能效率。接着，当他拉下了用于启动点火程序的拉杆时，原本暗淡无光的线缆立马泛起了白光，机械转动的声音逐渐响起，同时黑色的动力炉也开始明亮起来。就在众人以为一切进行顺利时，系统忽然发出了警告。紧急关头，老于看见了你胸口隐隐有白光闪烁，那是你的备用视觉模组。下一刻，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你自主行动时的画面。难道刑天是活的？与此同时的禁闭室内，宋凌霜戴着手铐，双手环抱着膝盖。关禁闭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事，独来独往是他特有的标签。但宋凌霜还是很难过，每当他闭眼，脑海里就全是你最后战斗的画面，而他作为驾驶员，却只能在机库远远地望着这一切。如果不是我，刑天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在模拟训练时我就爱惜一点的话。就在宋凌霜暗自忏悔时，突然禁闭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只见3名全副武装的看押者手里拿着电棍，一时间将坐在地上的少女团团围住。宋将军要你现在就去机库见他，说是因为刑天的事，请你立即起身跟我们走。听到此话，宋凌霜眼睛一亮，立即起身，很快便跟着看押者快步向机库方向赶去。一路小跑花了快10分钟才赶到机库。刚一进门，宋凌霜便径直扑向了观察窗，双手紧紧贴在玻璃上。此时的刑天虽然仍是那副残破的模样，但他胸口的动力炉正在全速运转。你们对他做了什么？这是宋凌霜最不想看见的一幕。然而宋将军并不打算让宋凌霜继续说下去，于是赶忙让技术人员概述起现在的情况。刑天在动力炉点火过程中出现了未知错误，导致玄色苍穹的主控系统被入侵。现在整个基地的电能都在刑天的动力炉上，再这样下去，玄色苍穹的电力系统不到半小时就会崩溃。一旦电力系统崩溃，覆盖基地的全自动数控火炮就会全部宕机，而且我们的部分电力管道与镇海市相连接，刑天很有可能顺着管道继续抽取镇海市的电力。他还把线缆改造成了和动力炉一样的材质，目前线缆还拔不掉，就是拿热切剑都砍不断。那我能做什么？面对宋凌霜的质问，技术人员却突然犹豫了起来，最后还是克里斯博士将话接了下去。现在基地的总控系统已被全面干扰，我们无法用数控手段更改电路，也没法在短时间内人工切断供电。从系统崩溃前最后回传的日志来看，入侵信号就来自刑天，我们需要有人和他建立神经同步，从内部解决问题。这不是简单的神经同步，刑天根本没有智能系统，但入侵信号却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这说明那个动力炉有问题，他可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而你是最好的人选。所以呢？宋凌霜的反应平静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技术人员用手指着窗外的刑天，你以为只有这一个危险吗？你睁大眼睛看看他的样子，刑天已经是一具残躯了，他的系统目前正处于崩溃状态。一旦你与他建立神经同步，你的大脑可能会出现意识偏移，精神会永远被困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幻境中。你知道救世主机甲的试驾员是怎么死的吗？他们在系统不稳定的情况下强行与机甲建立连接，结果2人全部陷入了癫狂的梦境。等他们断开同步时，已经被宣判脑死亡了。技术人员仍然在不停地讲着其中的危险，但他却发现宋凌霜
双根本不为所动。控制室内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潜在的风险，可只有他告诉了宋凌霜。此时，宋将军见两人的对话结束了，于是便叫守卫打开了宋凌霜手上的镣铐。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宋凌霜义无反顾地坐到了椅子上，接着拿起了训练时才会用到的头盔。在宋凌霜戴上头盔前，他突然朝年轻的技术人员笑了笑：“谢谢你，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说完这句话，宋凌霜毅然地将头盔戴在了头上。参数校准完毕，你准备好了吗？闻言，宋凌霜点了点头。下一刻，茫茫的白光突然在宋凌霜眼前炸开，瞬间吞没了视线中的一切，无限重叠的电流如冰针贯穿了他的耳膜，直到失去了听觉。一时间，宋凌霜感觉不到手脚的存在，就连大脑都已忘记如何驱使四肢。恍惚间，宋凌霜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裙的小女孩，只见女孩的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且连一片完整的指甲都看不见，垂落到肩前的白发挡住了女孩惨白的脸，同时下巴滑落的泪水不断拍打着女孩膝下的碎石和鲜血。宋凌霜看见女孩一直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最终女孩也没能发出任何声音，她就这么不停地在一栋倾塌的楼前挖着，像个失了心智的疯子。宋凌霜就这么站在女孩的身旁，看着太阳在远处的地平线缓缓落下。终于，女孩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已经红肿的眼眶再一次决堤，浑浊的泪水中满是游荡的血丝。她想呐喊，想呼唤，可她的喉咙却发不出任何声响。下一刻，宋凌霜缓步走到了女孩的身边，接着握住了她血肉模糊的手。顿时，女孩声音沙哑的哭喊道：“妈妈走了，爸爸为什么不保护我们？”一时间，宋凌霜顺势将女孩拥入怀中。他有军令在身，要去保护更多的人，那是命令，不可以违抗。话落，女孩搂住了宋凌霜的脖子，随后在他的怀中放声痛哭起来。此时，宋凌霜已经忘了上一次喊爸爸是什么时候了，但比起喊他一声父亲，宋凌霜还是更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叫他宋将军。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早已理解父亲当时所面临的抉择：一台分身乏术的机甲，还是两个同时遇袭的城市，该怪谁呢？就在宋凌霜冒出这个想法的瞬间，眼前的一切已然全部消失不见，废墟高楼以及过去的自己，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强烈的失重感。下一刻，宋凌霜正在坠向一片纯白的深渊之中。当他再次落地时，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摔成肉泥，而是如履平地般平稳地站住了。这片空间的物理规律似乎并不遵从现实，认定自己刚刚经历了一次追小兔。所谓追小兔，其实就是借用了某个童话故事中的情节，主人公因追逐一只会说话的兔子，最终掉入了奇妙的地下世界中。在机甲驾驶员进行神经同步的过程中，追小兔就被用来代指那些在同步前没有放空思维，从而因胡思乱想导致同步失败的情况。而追小兔的终极形式就是驾驶员在潜意识中陷入了某段回忆，并因此迷失自我。但按理来说，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刑天和宋凌霜身上。神经同步分为两种，人与机甲同步，或者是两名驾驶员相互同步。第一种同步比较轻松，毕竟机甲只是一具钢铁躯壳，只要机甲的运算量不超驾驶员的脑负荷，二者的同步率通常都不低于80%。但人与人之间的神经同步就比较难了，这相当于直接往脑子里塞入另一个意识，这就要求双方必须完全敞开心扉，并让身体适应并接纳另一个意识发出的指令。可即便双方真能做到相互坦诚，他们之间的同步率也不一定达标。人潜意识中的心理防线是无法控制的，像是间歇性失忆或是狂躁症等，严重一点的甚至会导致驾驶者人格分裂。正因如此，那些驾驶双人机甲的铁玉通常都是亲近的人，可刑天是一具单人操控的机甲，哪怕出现了追小兔的情况，最多也只会导致他和刑天之间的同步率下降，而不是深陷回忆迷失自我。因为机甲是无法承载潜意识和记忆的，只有另一个活的心智才能容纳人脑的意识活动。难道说刑天真的有自我意识？所以我正在刑天的意识空间中吗？当宋凌霜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周围的一切又再次出现了变换。此刻宋凌霜站在了玄色苍穹的机库当中，这里的一切都与现实中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是这里除了宋凌霜一个人都没有。浪涛奔涌的声音突兀地传进了他的耳中，他猛然转身，发现机库的大门竟然是开着的。与此同时，宋凌霜的心底升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他一路疾跑穿过了门缝，很快来到了机库外绵延数千米的平台上。在这里，宋凌霜看见了令他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场面。血红色的天空下，全身黑色涂装的刑天站在远处，海洋上漂浮着无数残肢断臂，在海面上数不清的怪兽尸体宛如山脉连绵不绝。在刑天脚下还有一具刺眼的红色机甲，宋凌霜一眼便认出了那是红色飓风。如今这具威武的3代机甲已经被拆成了一堆废铁，而当宋凌霜思索间再次回过头时，他才发现远处的镇海市也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为什么？这就是刑天潜意识中所想象的世界吗？然而就在宋凌霜冒出这样的疑问时，他竟然清晰地听到了回答：怪兽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开口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具屹立在绿色汪洋中的你。听到这，宋凌霜已经猜到了答案，所以是你杀了所有人。半晌，你的声音再次回荡在汪洋之上。没错，就是我，我在战场上燃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说着，你突然开始朝宋凌霜大步走去，同时充满光泽的装甲忽然开始快速老化，无数道战痕如烙印般触目惊心。下一刻，你的一条铁臂突然断裂，如同一座巨大的墓碑，毫无声息地落进了
进了绿色海洋中。紧接着是你的另一条胳膊，再然后是头腿和腰。当你来到宋凌霜面前时，你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只剩下躯干上的黑色动力炉仍在不停运转。这就是我能预见的结局。你们也是我的敌人！此刻你的声音刚落下，宋凌霜的身体便被一只巨大的手掌捏住。随着你的手越捏越紧，一时间宋凌霜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但她的嘴唇仍在活动。片刻，宋凌霜的身体瞬间炸开，仅是一眨眼的时间，宋凌霜便发觉自己到了一个温馨的房间。她浑身是血的倒在白色的瓷砖上，凌乱的白发遮挡着她快要熄灭的红色瞳孔。窗外是枝繁叶茂的绿树，明媚的阳光落在蓝色的书桌上，还有一个令宋凌霜感到熟悉的青年靠在白墙边。尽管他根本没有见过青年，但直觉却告诉他，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你。只见宋凌霜缓步向你走来，同时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的说道：“我对不起你，这是我应得的惩罚，但其他人没有错，他们只是想救你。”闻言，你用深渊般的眼睛凝视着宋凌霜，用热切剑瞄准我的动力炉，这也算救我吗？下一刻，泪水从宋凌霜的眼眶中流出。我们不知道那是你的东西，我们以为它是寄生，才想拿掉。随即，你的眼底闪过了一丝微不可见的光。一个孤僻到被人叫做疯子的人，我凭什么相信你？宋凌霜知道你的追小兔来源于对自己的恨，倘若在追小兔中满足你的愿望，或许就能让其恢复理智。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意识会受到重创，并永远迷失在这片空间中。思索完一切的宋凌霜突然坦然道：“我没有人作证，但你可以翻看我的记忆，或者杀了我。”就在宋凌霜即将闭上眼睛的那一刻，空间又一次产生了变化，但这一次变化的方式却更为暴力。随着第一道裂痕凭空出现在窗外，无数碎裂声便接二连三的响起，整个空间都像是一面被砸碎的镜子，最终化作了漫天散落的星光。此时，两人站在一片纯白的空间之中。机魂登录成功，欢迎使用净化系统，机体日志检索中。系统播报音结束后不到1分钟，你脑海中忽然闪过这段时间经历的一切，包括在追小兔中你和宋凌霜发生的所有事。目前你的动力炉正在吸收整个基地的电能，但现在的你根本感知不到动力炉的存在，也无法控制它。由于你失去了与机体的感知链接，所以在动力炉自动安装后，就完全凭借着智能系统在自主运作。系统检测问题的关键就出在机体状态上。由于机体遭到了克里斯博士的切割实验，智能系统直接将玄色苍穹基地视为了敌对单位，从而触发了机魂保护机制。这也是你在追小兔中仇恨的主要来源。重新恢复链接的方式有2种，一是将机体修复完整度高于50%，二是将你的意识带离本体进行外部链接。只有这2种方式才会自动恢复感知链接。第一个方法肯定是来不及了，毕竟整个玄色苍穹的电力系统都瘫痪了。思索完，你便同宋凌霜讲明起目前的情况，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用数据储存设备将我的意识带出去，并从外部恢复我与躯体的连接。对我们2个来说风险都很高，整个过程的时间一共只有10秒，如果超时，你将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很快，宋凌霜便做出了决定，具体该怎么做？虽然他不理解这种抽象的说法，但这并不妨碍他按步骤执行。见状，你开始一步步解释起来。首先，我需要你强行断开神经同步，这样我们之间的链接就会出现短暂残留，然后找到能够连接到基地主控系统的接口，接着把交互器插上去，最后等我重新连接到躯体就好。不过我得提醒你，强行断开神经同步会对你的脑部神经造成巨大的冲击，轻则出现头晕呕吐或短暂耳鸣，重则有可能昏迷休克或海马体受损。你决定好了吗？听到这，宋凌霜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放松些。你相信我吗？闻言，你怔怔的点了点头。3、2、1，开始。话音刚落，宋凌霜和你就同时消失在了空间中。熟悉的警报声又一次在他耳边响起。当宋凌霜的意识刚回到身体中，强烈的应激反应比他想的还要夸张。他感觉自己的脑髓在被不停的搅动，在强烈的眩晕和头痛之下，宋凌霜勉强拔下了位于头盔背面的交互器，接着强撑着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此时他已经浪费了3秒时间。你在干什么？问题解决了没有？宋凌霜隐约能听见克里斯博士质问自己，但他根本没空搭理对方。智能终端的插口距离他不过1步之遥，他还剩4秒。宋凌霜才刚刚抬起左脚，身体便失去了平衡，向着前方倒去。就在这时，那位嘱咐过他的技术人员冲了上来，顷刻间便接住了宋凌霜即将摔倒的身体。还剩2秒，最终宋凌霜用尽了全身力气，将交互器插进了接口之中。做完这最后一个动作，宋凌霜便彻底晕了过去。时间1分1秒的过去，警报声仍在高墙内回响。夜空之下，整个玄色苍穹就像是一团逐渐熄灭的火苗。这时的指挥室内，克里斯博士第一个打破了压抑的氛围。为什么刑天还在汲取能源？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先是强行断开神经同步，然后就一句话不说把交互器插在接口上。说着，他瞪了一眼躺在椅子上昏迷不醒的宋凌霜。再等等。宋将军制止了克里斯博士的情绪发泄，然后静静地看向墙上的时钟，还有最后2分钟，整个基地就会彻底陷入黑暗。此时的你早已成功恢复了感知链接，但这仅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当你与刑天重新合二为一的瞬间，你的意识就出现了感知偏差，并再一次陷入了追小兔中。这次的场景是在地球上，但你却是以一具钢铁之躯的模样回归。一时间，世界立马炸开了锅，所有人都争相讨论着这件不得了的事，因为你是个有着人类思维的机甲，所有人都对你敬而远之。顽皮的孩子们甚至会扔石子来砸你。就这样，你一个人走了很久很远，终于你抵达了那座熟悉的城市。
并找到了那栋熟悉的房门。可你的手指还是停在了门前，终究没有敲下。你落寞地朝门上贴着的福字看了好几眼，最终才恍恍惚惚地下了楼。就在你走到单元门口时，竟正好撞见了你想见却又不敢见的人。下一秒，满头白发的母亲扔掉了手中的一切，突然跑来抱住了你冰冷的身躯，而一旁的父亲也悄悄摘下眼镜，接着用手抹去眼角浑浊的泪水。儿子，欢迎回家。突然间，你猛然从记忆中惊醒，同时脑海中不断传来一阵阵质问声：“你是什么是激魂？是刑天吗？这些是你吗？”片刻，你坚定地反驳了对方：“无论我变成了什么，我永远都是余潇。”话落质问的声音随之消失，刹那间，所有的碎片全部融为了一体，随后化作一团漂浮的人形白雾。紧接着，你被一片耀眼的白光吞没。另一边，克里斯博士正准备强行唤醒宋凌霜，突然刺耳的警报声戛然而止。主控系统恢复正常了，电力系统也在逐步恢复运转，刑天的动力炉功率也到了正常水准。除了无法访问系统日志内的深层数据，所有文档都被未知算法加密了，其他的一切正常，我们成功了。技术人员欣喜地看着数据面板，此时的克里斯博士一脸不屑道：“刑天还吊在那儿，随时都有可能再出问题。我要弄明白那丫头到底在神经同步里经历了什么，以及刑天为什么会自行启动。”不等其动手，老于便站了出来。因为刑天有可能是具备自我意识的，这一点已经从之前的模拟战记录中初见端倪了。问题不是刑天，而是动力炉。你们之前不是尝试分离过动力炉了吗？结果呢？这句话把克里斯博士对他哑口无言，仿佛是在嘲笑他和他助手的无能一般。见此，克里斯博士握紧了拳头。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机甲竟然能像人一样成为活物，那它的研究价值想必足以改变整个人类科技。好了，今天的闹剧就到此为止吧。宋将军，请您今晚就把刑天的躯干打包好，我们明天一早就把他带回总部做研究。说着，克里斯一把揽过妮娜的肩膀，随后在众人的注视下一同朝门口走去。可宋将军的一句话却让两人呆愣在了原地。抱歉，克里斯博士，我不能让你把刑天带走。听到这，克里斯一脸愤然。宋将军，你别忘了，根据守望者联盟职能划分规定，欧米伽科研综合体对任何未经发现的物体以及技术样本拥有第一归属权。然而宋将军依旧满脸严肃开口：“在来指挥室前，我刚收到联合阵线基地发来的求援，他们遭到了来自风暴海的兽潮袭击，同样被袭击的还有黄金之门和赤色堡垒，但联合阵线遭遇的袭击规模最大，海岸防线全面崩溃，所有人都开始向内陆撤退，这就是我亲自来控制室的原因。祥云龙舟还有半小时就会抵达玄色苍穹，红色飓风会被投放到利川市帮助抵挡兽潮，但这会导致玄色苍穹的防御等级大幅下降。我不会浪费任何战力，如果刑天胸前的动力炉没有问题，那他就可以继续战斗。”说到此处，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你疯了吗？你要让他装着这个外星动力炉上战场，他能在上一秒汲取整个基地的电力，就可以在下一秒把炮口对准你们。克里斯博士颤抖着说出这句话，岂料宋将军只是平静地继续说道：“我不知道刑天后续会不会出问题，但我相信宋凌霜说的话，既然刑天依旧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他就仍然是玄色苍穹的一员，而不是你们口中的未经发现的物体。”这句话斩钉截铁，让人不容置疑。一群疯子！我们现在就回总部上报情况，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说过的话。话落，克里斯带着妮娜夺门而出，而宋将军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将军，你说的是真的吗？等到走廊里的脚步远去后，副官有些犹豫地询问了起来。然而宋将军只是微微一瞥：“我看起来像是在开玩笑吗？通知所有机械维修小组，现在就开始以最快的速度重组刑天，其他人现在全部回到岗位上，基地进入2级战备状态，我们必须提防随时可能到来的进攻。还有，等宋凌霜醒了，让他来我办公室。”说完，宋将军便快步走出了控制室。半小时后的玄色苍穹顶层，你还想继续驾驶刑天是吗？宋将军并未坐到那张象征最高指挥权的椅子上，而是一起和宋凌霜坐在了沙发上。刑天是活的，不需要驾驶员。宋凌霜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这会让他失去自己的机甲，岂料宋将军却说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回答：“那你就暂时担任刑天的驾驶员。我虽然相信你说的话，可你拿不出刑天没有问题的证据。在此之前，我必须上一道保险。了解刑天想法的人只有你，现在暂时由你做他的担保人。”片刻，宋凌霜给出了回答：“好吧，我答应你。”闻言，宋将军淡然一笑：“我就知道你会答应。那你现在就准备一下，我有个任务要给你。
刑天目前已经没法对抗现在的怪兽了，所以我要你带着他去寂静墓地做一次升级。自从刑天在玄色苍穹重组后，宋凌霜就从你口中得知了自动驾驶这个功能。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些简单的动作上，你可以代替宋凌霜完成。然而现在的刑天实际上也不是你在操控，是你从商城订购的全息智能 AI 交互系统在代驾。就在你思索间，驾驶舱内的宋凌霜突然抱怨道：“凭什么红色飓风就可以坐龙舟，我们就要自己走？”对此你只能无奈叹息道：“因为我们是去寂静墓地捡破烂，人家是去远征。寂静墓地说白了就是一个机甲回收站，因各种原因损毁的机甲都会被各国送去那里拆解回收。”听到你说的宋凌霜没再纠结，因为只有他知道，这一次升级用的可是玄色苍穹的救命钱。在宋凌霜和陈将军单独交流时，他得知了目前玄色苍穹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最近玄色苍穹的资金非常紧张，送刑天去战争工厂做一次正规升级，就会让玄色苍穹直接在下个月破产。所以宋将军另辟蹊径，向寂静墓地预定了一整套3代机甲部件。虽然比不上战争工厂的正规升级，但也足够让刑天的战力上升好几个档次。寂静墓地原本是归咱们军团管的，后来承包出去后，根据协议我们买东西也只是多点折扣，并不能白拿。说着，宋凌霜不禁撇了撇嘴，而你并未回应，只是转头看向大海的另一边。见此，宋凌霜不禁绷紧了身体，并随时准备操控刑天躲避可能存在的危险。有情况吗？他的目光扫过了漂浮在空中的全息界面，随着雷达上的波纹以刑天为中心向外扩散。宋凌霜越发感到奇怪，能量雷达没有侦测到任何威胁。半晌，你缓缓吐出一句话：“风向变了。”闻言，宋凌霜冒出一脸黑线：“我看你脑袋是被风吹傻了吧？这里是海边，没风才不正常。”宋凌霜懒得再搭理有些神经质的你，于是直接解除了代价，然后控制着刑天继续赶路。而你也没跟宋凌霜继续争辩，只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你当即打开了商城页面。你本打算在寂静墓地升级后再查漏补缺，但现在你必须先保证不会在路上出意外。兑换成功，感谢您的惠顾。这下应该够保险了。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临近了目的地。暖色的灯光逐渐在你的视野中放大，高耸的围墙里几座高塔拔地而起。看见这一幕，宋凌霜忍不住瞪大了眼。这里到底是集市还是回收站啊？这是他第一次造访寂静墓地，本以为这里是个堆满了废料的巨型垃圾场，然而一切看起来都如此井然有序，甚至还有些繁华。就当你们向寂静墓地逐渐靠近时，港口的人在望见两人后，一时间全部跑进了墙内，还没进入，所有的炮塔就已对准了你们。停下，不然我们会立刻开火。报上你的编号和信息，说出你来这里的目的。通讯设备中对方的语气显得相当戒备。见状，宋凌霜立刻停住了脚步。T-001号机甲刑天驾驶员宋凌霜，隶属于前国玄色苍穹基地，来这里是为了给我的机甲做升级。宋将军没有提前给你们打招呼吗？另一边，通讯器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看起来像是在确认信息真实性。半晌，通讯设备再次传来声音：“你的驾驶员信息有问题，请你在原地等待，我们会和玄色苍穹做进一步确认。”听到这，宋凌霜不禁捏紧了拳头。驾驶员信息是他最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已经得到了宋将军的许可，但宋凌霜到现在也没完成铁狱认证。这也意味着他一旦出了玄色苍穹，就没人会认可他这个铁狱。孟长青称呼他为半吊子，就是因为他没有在铁狱学院受过教学，连个注册学员的身份都没有。他的驾驶技术完全源自模拟训练，但跟铁狱学院教授的内容比起来，宋凌霜所学到的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在这1分钟的等待时间里，宋凌霜就像是个考了满分却被怀疑作弊的学生，站在教室门口等待老师的评判。随着寂静墓地核实完二者的信息，所有对准你的炮口也逐一改变了方向。下一刻，通讯器再次传出播报音：信息确认完毕，准许进入，请前往4号机库，停靠你的机甲。很快，宋凌霜跟着无人机的引导，将刑天停在了4号机库，并独自跟随引路者前去乘坐电梯。但实际上，你与宋凌霜间的联系依然存在。自从上次强行断开神经同步后，你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奇妙但微弱的通感。这种通感无需任何设备维持，双方就能互相感应到对方的存在。不过比起这微弱的通感，两人都选择了更方便的通讯链接。宋凌霜的通讯器就贴在他的脖子上，集麦克风和收音器为一体。此时的会客厅内，一名戴着金丝框眼镜的中年人迎了上来：“欢迎小宋，快过来坐。这宋将军之前只说要预定一套升级部件，也没跟我说是给哪个机甲用。要知道是给刑天用，我再怎么也得打对折呀。我和宋将军是老相识了，战争开始前我就邀请过他来我的公司做军事顾问。”对此，宋凌霜有些慢半拍的说了声谢谢，然后举着茶杯听着中年人叙旧。通讯器的另一头，你已经明显感觉到你与宋凌霜的联系变得有些模糊，好像对方完全忘记了你的存在。就在下一刻，机库里的灯光突然熄灭了。此时的客厅内，墙上的挂钟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铃响，突然打断了中年人正讲到高潮部分的往事。哎呀，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宋你是连夜赶过来的了。说着，中年人急忙招了
来了站在一旁的秘书，快给小宋安排个好一点的房间，让他好好睡一觉。这无微不至的周到服务，一时间竟让宋凌霜不知道该如何推脱。就在这时，宋凌霜脖子上的通讯器忽然窜出了一丝电流，而这一电也让宋凌霜如大梦初醒般，很快注意到了自身诡异的精神状态。通讯器的另一端，你发现你与宋凌霜恢复了通感，这说明对方重新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当即你便说出了自己现在的处境。他们反锁了机库大门，宋凌霜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接着恢复了往日里生人勿近的表情。不用了，我不需要休息。宋凌霜语气冰冷，顿时让房间里的温度都下降了不少，但中年人脸上却仍是那副关怀的笑容。从玄色苍穹走到这里，怎么也得花半天时间。小宋，你要是不困，就在房间里先等着。叔叔，我给你找个最好的按摩师，让你的身体好好放松放松。一旁的秘书试图打个圆场，宋小姐，老板他也是关心你才。说着便想转身想要牵住宋凌霜的手，岂料宋凌霜竟直接将对方的手拍开，然后问道：刑天什么时候才能做升级？中年人并没有正面回答宋凌霜的问题，反而爽朗地笑了起来。看来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享受，这么好的茶不喝，真是可惜。只见他端起了宋凌霜一口未沾的茶杯，接着将冷掉的茶水倒入了茶盂之中。难怪一进门就闻到了醉人的茶香，就是从那时起，我的脑子就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待宋凌霜反应过来，便一脚将茶桌踹向了中年人。可就在宋凌霜的腿完全发力前，站在旁边的秘书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最终翻倒的茶桌改变了方向，而后撞倒了一旁摆满瓷器的陈列柜。把你的手拿开！话音刚落，宋凌霜反手抓住了对方的胳膊，接着用力一拽，一把将对方拖向了自己。眼见宋凌霜的拳头就要挨上自己，秘书忽然转而俯下身子，随后抬起长腿对着宋凌霜的头部袭来。见此，宋凌霜强行收回了胳膊，转而侧身躲过了这一次踢击。岂料对方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在第一脚落空后，紧接着就转身踢出了第二脚。宋凌霜根本来不及做出其他动作，只能继续躲闪。几个回合的功夫，秘书就已经把宋凌霜逼到了墙角。这次你要往哪里躲呢？他抬起了自己修长的右腿，朝宋凌霜狠狠踢去。好在宋凌霜在刚才的碰撞中就快速分析出了对手的格斗风格，并制定好了接下来的应对战术。轻敌永远是战斗中最不该犯的错误。其实他完全有能力提前发起反攻，但他还是选择卖个破绽。而现在时机到了，忽然宋凌霜全身紧绷，在秘书抬脚的瞬间，他便提前向后闪去。下一秒，宋凌霜猛地抬起左腿，同时以更快的速度追上了秘书那还未落下的腿。当对方反应过来后，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宋凌霜的腿猛然抽在了他踢空的右腿后方，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秘书的身体当场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上。为了保险起见，宋凌霜一脚踢在了秘书的膝盖后窝，直接废除了对方继续战斗的可能。当然，以宋凌霜一贯的风格而言，对方也许后半辈子连走路都成问题。此刻的秘书正躺在地上，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哀嚎不止。宋凌霜见状，直接从对方身上跨了过去，一步步朝着中年人的方向靠近。轮到你了。面对步步紧逼的宋凌霜，中年人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极为冷漠的愤怒。宋凌霜顺手抄起了壁炉里的火钳，随后径直朝着中年人走去。就在两人距离不过5步时，宋凌霜背后的电梯突然打开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从电梯里一涌而出，很快便将宋凌霜团团围住。这些士兵的装备甚是豪华，每个人身上都穿着印有蝎子标记的外骨骼，手中拿着的全都是能量武器。而站在中年人身边的，则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女性，长相明显带有西大陆的特征，看着非常英气。但能引起宋凌霜注意的，还是她脖子上的蝎尾纹身。这时，女人看了眼一旁倒在地上的秘书，然后冲宋凌霜挑了挑眉：“哟，小丫头，还挺有2把刷子嘛。我跟你一样，看她不顺眼，不过我可没针对她下手。”下一刻，中年人厉声打断道：“毒蝎，注意场合！”被叫做毒蝎的女人只能配合的往后退了一步。此时，中年人悠闲的走到了宋凌霜身旁，而后随手接过了宋凌霜手里的火钳。如果不是看在宋将军的面子上，我本可以把你丢进海里喂鱼。现在你应该愿意再听我讲2句废话了吧？10几年前，你见到我还会叫一声高叔叔，不过那时候你还小不记得，我也很正常。看见你就总能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我念在你是故人之女，才想和和气气的把事情解决。不过现在看来，是我想太多。你和宋将军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连如何与别人打交道都不会。说到此处，高叔转头看向了宋凌霜，而后者显然没把他说的话听进去。说完了吗？如果你说的打交道是指在茶里下药，并囚禁别人的机甲，那我确实学不会。宋凌霜的表情像是听过无数遍类似的话，
高叔笑了，看向宋凌霜的眼神又多了一丝感叹。我就开门见山的告诉你吧，你预定的那批货已经没了。如果你是在2天后的餐桌上与我谈论这件事，或许你的情绪会比现在好很多。说着，高叔给自己单独倒了一杯茶。我并没有在茶里下药，龙牙是需要反复品味的茶。对于那些第一次接触龙牙的人来说，醉茶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宋凌霜死攥着拳头，直盯着对方。所以货呢？闻言，高叔放下了茶杯，收起了笑容。稀世珍品价高者得，第1代机甲除了刑天无人生还，第2代机甲全部葬身无垠海，第3代机甲被联盟各国视为最强战力，数量稀少，有价无市。在宋将军预定时，我确实打算卖给你们，只可惜这批货被一个我惹不起的买家盯上。说到底，此事责任在我，所以我准备了一套9成新的2代机甲，并以成本价给你们，多出来的钱一并退还，如何？倘若单从成本的角度来看，这套方案可比原来的要便宜至少1半，而且玄色苍穹也只能在这个方案中做决定，除了接受和拒绝，没有其他选项。可宋凌霜并不这么想，而是继续询问道：“买家是谁？”他来这就是要给刑天做最好的升级，而不是在对方毁约后给出的残次品中做选择。听到这，高叔微微摇了摇头：“无可奉告，我劝你们死了这条心。本想让你舒服的在这里待2天，再让你自己联系宋将军考虑我的方案。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还是让我来跟宋将军商议吧。”说完这句话，高叔便走向了那张华贵的书桌，接着用通讯器拨通了宋将军的连线。他要当面让宋凌霜听着宋将军的答复，岂料宋凌霜突然大喊一声：“刑天！”看起来像是在呼唤自己的机甲一般。见状，毒蝎甚至忍不住笑出了声：“丫头，你是动漫看多了吗？叫2声以为有英雄跳出来救你啊？而且你叫的还是那台老掉牙的机甲。我没记错的话，刑天应该连智能系统都没装吧？他能听懂你在叫他吗？”通讯器的另一头，听到对话的你忍不住嘟囔道：“怎么？宋凌霜说的是摩斯密码，我听不懂是吧？瞧不起谁呢？几分钟前你就已经通过通讯器得知了宋凌霜那边的情况。”几人的对话更是听得一清二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你的装备被人抢了，这能忍？我刑天徒步6小时到你这儿，脚底差点没在海里泡进水，你跟我说货没了，欺负我刑天老无力是吧？这口气必须得出。空旷的机库里，原本进入休眠的你忽然再次启动，现在必须先想办法出去。思索间，你的红色的独眼在黑暗中亮起，2片雪亮的斩杀者万刃也随之出鞘，同时暗红的光芒在空中散开，随后逐渐覆盖了整个机库。这是你正在扫描机库墙壁和大门的材料属性，但结果却令你大吃一惊。你这是防谁呢？整个机库都由人造聚力合金构成，这是一种由欧米伽开发的合成金属，这种金属连具遍及的能量打击都能抵抗。经过了1秒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你果断决定放弃暴力破门，看来只能用优雅一点的办法了。下一刻，你毫不犹豫地对系统下达了命令，开启网络入侵。自打你换上了新动力炉后，就多出了2个战斗技能，一个是可以暂时提高机体强度的硬化，另一个就是针对人类阵营使用的网络入侵。你本以为这技能以后压根用不上，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了。2个战斗技能都可以花费进化点数升级。正在扫描网络端口，发现可入侵目标647个。网络入侵中预计破解时间3分17秒。而在通讯器的另一边，高天志已经拨通了宋将军的连线。在宋凌霜动身的第一时间，毒蝎直接将其踹在了地上，并当场将他的2根肋骨踢断。顿时，宋凌霜只觉得背部像是被巨大的摆锤击中，随即便是一阵钻心的疼痛。没等其做出任何反应，他的双臂便被人从身后拽住，同时小腿也被人用脚踩住，接着整个人跪着被提了起来。此时的毒蝎一把揪住了宋凌霜的头发，然后恶狠狠地威胁道：“再敢不老实，我踩断你的腿！小丫头光不怕死是没用的，还要学会审时度势，能屈能伸，明白吗？这不是你该掺和的事。我最讨厌不听话的孩子。”面对毒蝎的冷眼，宋凌霜只是讥笑一声，岂料对方竟直接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下一刻，鲜血直接从宋凌霜的嘴角滴落，凌乱的白发挡住了他的侧脸。在毒蝎逐渐扭曲的表情下，宋凌霜直接朝地毯上啐了一口血。下一秒，毒蝎直接抽出了挂在腿边的匕首。看来你是吃硬不吃软了。就在毒蝎的刀锋即将划过宋凌霜的脸颊时，一声惊天的巨响忽然从不远处爆发，瞬间冲天的火光照亮了被黑暗吞没的高塔，紧接着便是刺耳的警报与人群的喊叫。好巧不巧，宋将军在此时刚好接起了通讯，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第2声爆炸便紧随其后，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另一道汹涌的火光。见此，高叔直接愤然地将通讯器扔回到了桌上。怎么回事？面对高天志的质问，另一边的毒蝎也是一头雾水，但他很快便从爆炸的方向上判断出了一些信息。是发电厂，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我现在就……话还没说完，毒蝎的通讯设备里就传来了手下的通报。半晌，毒蝎惊恐而又愤怒地看向宋凌霜。刑天他怎么会自己行动？快让他停下来！
对此，宋凌霜只是不禁发出一声讥笑。哼，停下！我人在这，怎么让他停下？说罢，他缓缓抬起了头，用同情的眼神看向对方。另一边的机库里，你从通讯器中听到了宋凌霜那边的状况。此时的你身上插满了线缆，其泛起的白光将整个机库照得如同白昼。好在这些充能线缆的网络安全系数并不高，只花了短短10秒就全部破解完成。但机库大门的破解还需要2分钟。等将这些线缆全部插入接口后，澎湃的电能顺着线缆一路逆流，在接触到发电组的瞬间，所有的电容单元当场过载。就在你有节奏地引爆为这些发电组时，突然智能 AI 发出一阵警报，侦测到敌对机甲正在接近。系统分析中，机甲代号眼镜蛇，机体型号特化型，第3代决战者机甲，驾驶者布莱克·哈特雷恩·哈特，机体性能第3代变频核动力装甲，战斗评级 C 级4900点。看着这一长串的装备模组介绍，你不禁吐槽道：“不是这让我怎么打？对方的战斗力还是我的3倍。”就在你苦恼时，系统面板再次弹出，正在计算双方实力，寻找可行的战术建议。没想到新装的智能 AI 竟然还能提供战术指导，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你重新燃起了希望。可当看到战术建议是撤退的时候，你差点没一口冷却液喷在金属墙上。这算是哪门子的战术建议？我撤退也得先等1分钟的破解时间才行啊！就在你急切的思考该如何应对强敌时，机库外认证通过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大门被缓缓打开。很快，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你眼前。一台会自主行动的初代机甲，真有意思。说着，眼镜蛇便对着你举起了枪口。从第一眼看到眼镜蛇体，你就知道，以刑天身上目前的装备模组，连击穿对方装甲都做不到。正面与其对决，不可能有任何胜算。如果使用硬化技能强化万刃来与其对抗，也绝对会在碰到对方前被提前解决。毕竟硬化技能的强化效果与覆盖面积成反比，硬化机体范围越大，防御效果就越差，同时持续时间也会越短。攻与守二者不可兼得，目前你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此时眼镜蛇的手里端着腐蚀能量步枪，他本想直接将你一击毙命，但你的动作却让二人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该死，他身上还连着其他发电厂的充能线。此时你故意将位于腰部的线缆展示给眼镜蛇看，为的就是让对方不要轻举妄动。下一秒，眼镜蛇的胸前便投影出了一个实时画面。镜头前，毒蝎一手捂住了宋凌霜的嘴，另一只手则拿着匕首抵在宋凌霜的脖子上。我本以为是这丫头在远程控制你，现在看来好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个人工智能到底在抽什么风，但我想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丫头吧。话落，毒蝎便将匕首扎进了宋凌霜的皮肤下，鲜红的血立刻顺着刀尖向外流淌。随后，毒蝎看向屏幕，继续威胁道：“我给你30秒时间，把手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然后一根一根把你身上的线缆全部拔掉，计时现在开始。”见状，你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照着毒蝎所说的那样做。片刻，一条又一条的线缆从你身上脱落，看似已经放弃了挣扎，但你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系统的倒计时面板上。直到上面的数字从10位变成了个位，你才将手慢慢伸向了脊椎后方的线缆上。那是所有充能线中功率最高的一条，你特意将这条线留到了最后。此时你的合金巨掌已然握住了最后的线缆，现在只要轻轻一扭，你与这条发电组的连接就会被立即切断。当破解倒计时到达最后1秒的时候，毒蝎直接当着你的面朝眼镜蛇下达了指令：动手吧。可就在这时，眼镜蛇这边却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紧接着便是整个画面都被强行关闭。顿时毒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发生了什么事？通讯器的另一端，毒蝎清晰地听到，此时哈特兄弟正在发出惨叫声。在哥哥雷恩艰难地挤出这2个字后，语音通讯也被中断了。现在4号机库内，眼镜蛇被合金大门压住，动弹不得。原来就在对方数到最后一个数的瞬间，你直接引爆了4号机库内的发电组，然后趁着这个间隙，在第一时间强行关闭了机库的大门。此刻控制权已经被移交至你手中，因为轻型装甲跟距离合金不在一个量级，你正是认定了这一点，才决定用机库的大门来对付眼镜蛇。这时，又一根支撑柱从眼镜蛇的机体间弹出，巨大的压力从它的2侧袭来，看起来随时都有崩碎的可能。随后你拿着刚拔掉的线缆，下一秒直接插进了对方装甲下的接口中。眼镜蛇防火墙的白名单中有着寂静墓地的大部分程序，所以你只需要将破解程序植入到充能线上，然后就能很轻易地伪装成白名单用户，同时还能直接绕过防火墙入侵对方。警告神经同步已强制断开。伴随着系统提示结束，哈特兄弟彻底失去了对机甲的控制权，于是你立刻解除了大门对眼镜蛇的挤压。这可是宝贵的3代机甲，要真压坏了刑天的升级零件从哪儿来？说着，你直接一把撕开了驾驶舱的护甲，接着扳起手指朝兄弟2人弹了过去。待2声惨叫在你的收音器中消失后，2台机甲便一同朝着高墙内进发。另一边的战斗指挥所内，一名军官对着通讯器大声吼道：“开火拦住他们！”顿时，高墙上所有的火炮瞬间锁定了你。下一刻，无数道能量脉冲如流星雨般，正朝着你控制的2台机甲猛然袭来。
见此，你立刻操控刑天躲在了眼镜蛇身后。好在眼镜蛇的护甲就是用来防御人造武器的，所以没有任何一道脉冲对其造成实质伤害。打完了，该轮到我了吧？话落，你便迫不及待地操控起了眼镜蛇。只见一团黑色的能量体从枪口喷射而出，接着径直轰在了火力最密集的地方，瞬间10几座自动火炮当场灰飞烟灭。高墙上还被熔出了一个大洞。见状，你再次毫不犹豫地发起了3发连续射击，顿时能量体分别击中了最密集的3个火力点。不到1分钟，高墙上的防御火力就全军覆没了。没想到黑血步枪的能量腐蚀竟如此夸张，但这把枪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最多一次性连打4发，更换储存罐需要长达半分钟，而且眼镜蛇的弹药库还只能装4个储存罐，不过用于抵抗现在的火力足够了。说着，你抬手更换掉了枪管下方的化学罐，然后操控着2台机甲朝高塔走去。当到达高塔顶层的会客厅时，你一把掀开了塔顶的屋檐，然后如丢垃圾般将其扔到了一边。一时间，所有的外骨骼战士都站到了高天志身前，随后用手中的能量步枪对准了你。此时高天志拿着枪抵在宋凌霜的头上，随即浑身颤抖地威胁道：快点给我停下，否则别怪我手抖。毕竟他现在手中唯一的筹码就是宋凌霜。对此，你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在寂静墓地被破坏成这种样子后，他还能提出什么要求来。尽管你没在动弹，但高天志的身体仍在止不住的打颤。看来你能听懂人话，你们给我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如果你还想他活着，那现在就对着你自己的动力炉开炮，否则……对方话还没说完，宋凌霜突然发出一声讥笑，接着一字一顿地吐出3个字：胆小鬼。他的笑声仿佛是一把刀，狠狠扎进了高天志狂跳的心脏中。下一刻，刑天的肩部装甲忽然开始变形，顷刻间2排火炮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然后子弹如雨点般射向了那群外骨骼士兵。未反应过来的士兵瞬间被打成了肉泥，只有个别在看见火炮升起时，果断利用外骨骼从高塔外壁直接逃走了。短短数秒，华丽的会客厅便被弹雨打成了一片狼藉。吓破了胆的高天志扔掉了枪，趴在地上，同时嘴上还在不停叫嚷着：别靠近我，离我远一点。最后，宋凌霜一脚将其踢晕后，便拽着高天志的小腿，将他一同带上了刑天的驾驶舱。紧接着，宋凌霜擦干净了脸上的血迹，并再一次站在了操作位上。神经同步成功，当前同步率97%。听见熟悉的系统音响起，你终于松了口气。同时操控2个机甲，作战快机脑过载了。这倒不是说你操作不过来，而是单纯因为运算内存不够。只要机魂等级提升，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提升机魂等级的方法就有些抽象了。按照系统的说法是让生物敬佩或畏惧机体，总而言之就是要么让刑天受到大家的尊敬，要么让刑天成为恐惧的代言人。然而没等你继续想下去，来自系统的警报声就再次响起。只见远处的高墙外，一台全身紫色涂装的机甲正快步向着你们走来，同时系统分析面板出现在你眼前。机甲代号魔蝎，机体型号特化型，第3代决战者机甲，驾驶者毒蝎，机体性能第3代变频核动力装甲，战斗评级 C 级5200点。是消失的毒蝎驾驶着机甲回到了战场，想不到一个机甲回收站竟然能同时拥有2台3代机甲，还真是够奢侈的。对此，宋凌霜只是表现出一脸平静的模样。虽然高天志确实对我们毒液军团不薄，不过这2台机甲可不属于他，做人总得知恩图报嘛。他可还欠着我们半年的薪水没发。说着，魔蝎从缺口处越过了高墙，随即进入到了彼此的打击范围。你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吧？把眼镜蛇和高天志留下，我就放你回玄色苍穹。至于后续的事，就交给你们那位宋将军和高天志自己商量吧。毒蝎的口吻中夹杂些许笑意，然而宋凌霜只是冷笑道：我有说过自己要回玄色苍穹吗？话落，斩杀者万刃直接从刑天的手臂下弹出，同时你也开启了眼镜蛇手臂下的黑色万刃。另一边，魔蝎也摆出了应战姿态。这一次，宋凌霜率先出击。正当刑天的斩杀者万刃刺向魔蝎的头部时，一条银色的金属链剑忽然缠上了眼镜蛇，接着将其卡在了半空之中。下一秒，魔蝎的巨掌便直接扣进了刑天的肩胛下，并死死捏住了他的活动关节。随着魔蝎的另一只手开始变形，厚重的装甲开始层层折叠，随后露出了藏于手腕处的巨遨热能加速炮，接着便抵在了刑天的动力炉前。岂料2声巨响，竟在魔蝎的手部轰然炸开，而刑天也趁机摆脱束缚。没想到你竟然能从腐蚀导弹中活下来。此时，毒蝎盯着从浓烟中走出的刑天，然后又看了一眼旁边操控着眼镜蛇的你。好在你提前将硬化的使用权开放给了宋凌霜，这才导致在刚才的金属链剑袭击中，宋凌霜利用硬化加强了刑天的局部装甲，借此将装甲受损压到了最低。此时刑天正向着魔蝎疯狂开火，火炮接连不断的在对方的装甲上炸开，驾驶舱内的毒蝎则被冲击震得连连后退，直到刑天的枪管过热，
到快要损坏时，魔蝎才终于抓住机会，瞬间展开了位于肩部装甲下的导弹发射器。可就在这时，你却又发起了进攻。只见你直接操控着眼镜蛇，顿时与对方发起了近距离攻击。毒蝎完全没料到，当眼镜蛇径直扑在魔蝎的机体上时，毒蝎体内的8枚腐蚀导弹正好在这时出膛，紫色的火焰在2台机甲的空隙间炸开，顷刻间足以溶解合金的化学物质，如暴雨般泼洒在2者的装甲上。看完数据，没等你发出惊愕，系统又列出了一组信息。怪兽名称恶魔鲨，1型，怪物能量等级2。半晌又有数据机甲紧跟着蓝鹰冲出了水面，瘆人的嘶吼声此起彼伏。下一刻，魔蝎的肩部装甲开始变形，顿时8个导弹孔同时喷发出高温烈焰。下一秒，一具身上挂满了海藻的怪兽机甲当场融化。另一边，眼镜蛇则抽出了巨型能量步枪，随后朝着站在最前方的蓝鹰连打2枪。岂料蓝鹰只是忽然侧身一闪，黑色的能量体就与他擦身而过。小心，蓝鹰现在的机动性跟原来不是一个量级了。当你说完这句话时，对方已经调整好了战斗姿势，并径直朝着魔蝎发起了冲刺。好快！宋凌霜从未见过行动如此敏捷的机甲，就算隔着2000米的缓冲距离，你都能清晰听见蓝鹰冲刺时所带来的音爆声。就在你准备控制眼镜蛇进行第2轮射击时，几发火炮忽然在眼镜蛇的装甲上炸裂开来。好在眼镜蛇机体的护甲对火炮有着极强的反制，并未对机体其内部造成损伤。我来处理蓝鹰，你去对付其他的怪兽机甲。说着，宋凌霜便驾驶着刑天朝蓝鹰冲了过去。就在他准备举起万刃向蓝鹰的头部刺去时，忽然一阵金属碎裂的声音从对方的手部传来，一只巨大的骨爪撑破了蓝鹰的手部装甲，接着其腕部的5个燃料助推孔功率全开。蓝鹰的攻击比刑天更快一步，这一爪直接撕下了刑天头部1/3的零件。此刻的宋凌霜攻击动作还没做完，就已经被击退了数步。没等他重新调整姿态，蓝鹰的另一只机械手就从刑天的头上砸了下来。好在斩杀者万刃勉强挡下了这一击，可蓝鹰依旧不打算给宋凌霜喘息的机会。只见他又一次挥武器骨爪，直接抓向了刑天的腹部。受到进攻的刑天再一次被震得向后退了几步，而蓝鹰的骨爪则被巨大的反作用力直接弹开。原来是宋凌霜及时使用出了硬化，这才扛下了这次攻击。另一边，眼镜蛇已经装上了最后一罐备弹，哪怕他的能量步枪能做到1枪就将对面击溃，但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那些新上岸的怪兽机甲甚至会捡起地上的同伴当做盾牌来抵挡射击，而魔蝎的情况则要稍好一些。虽然化学导弹储量已经快要见底，但魔蝎的近身战斗却更为强悍。当一具怪兽机甲想从上方偷袭魔蝎时，钢铁巨拳却直接将其砸倒在地。没等倒在地上的怪兽机甲起身，半条破损的蝎尾便直接贯穿了他的胸部。同时操控2台机甲作战，已经让你感觉有些力不从心。直到此刻，你才终于找到机会支援宋凌霜。4枚化学导弹从魔蝎的肩口飞出，瞬间锁定了行动敏捷的蓝鹰。下一秒，紫色的火光便在对方的背部炸裂开来。原本跃至半空的蓝鹰被硬生生打了下来。见此，刑天快速冲到还未站稳的蓝鹰身前，猛然挥起了斩杀者万刃。刹那间，一道3米深的伤口出现在了蓝鹰的胸前。然而没等宋凌霜挥出下一击，对方突然向前一扑，直接抱住了刑天。片刻，刑天体内的支撑柱便发出了断裂声。受伤的蓝鹰自知失去了敏捷优势，想要直接把刑天压成一团金属碎片。见此一幕，你当即操控眼镜蛇，随后将蓝鹰破损的头部当场打飞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颗足有10米高的变异鲨鱼头。在这颗令人作呕的头上，没有任何眼睛或是其他器官，整个头部就只有一张深渊巨口，尖牙上还有无数在牙床间蠕动的肉芽。下一秒，这张巨口便快速咬向了刑天，顿时数不清的尖牙深嵌进了刑天的装甲中，妄图将其击碎。很快，系统面板再次弹出，神经同步保护已激活。这次的痛觉被系统判定为致死级，就算覆盖硬化技能也没能挡下蓝鹰的撕咬。驾驶舱内周围都是四处喷射的电火花，以及不断闪烁的红色全息警告。对此，宋凌霜只是冷静下达指令：开火。话落，2门被挤在巨口中的火炮瞬间解除了功率限制，同时所有弹药开始倾泻而空。炸裂的火光在蓝鹰的巨口中不断膨胀，瞬间沸腾的高温烧毁了所有蠕动的肉芽，爆炸声接二连三的响起，逐渐淹没了蓝鹰撕心裂肺的吼叫。趁机挣脱了束缚的刑天，在宋凌霜的怒吼声中举起了斩杀者万刃，直直朝着蓝鹰熄灭的动力炉刺去。只见宋凌霜的手臂猛地向上发力，锋利的巨刃便直接将蓝鹰一分为2。另一边，随着魔蝎将蝎尾再次缩回，所有的怪兽机甲都已被击倒，眼镜蛇的装甲损伤已经达到了89%，所有弹药全部打空。刑天的情况最糟糕，全身装甲近乎破裂，除了斩杀者万刃和拳头，
已经失去了其他所有的攻击手段。结束了吗？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差点让运算内存爆掉。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在短时间内失去对机甲的控制权。就在你思索间，宋凌霜的话点醒了你。红色飓风不在，目前玄色苍穹坐镇的只有一台特化型2代机甲突袭者号，我们必须现在就赶回玄色苍穹。话音未落，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突然打破了两人想要逃离此处的希望。此刻你只感觉到脚下的大地正在震动，刚才归于平静的海面再一次变得汹涌，接着一道巨大的黑影开始渐渐浮出水面，宛如一个正在无限成长的黑洞。侦测到未知的能量波动，能量等级5。在系统提示跳出来的那一刻，你的心也沉到了谷底。半晌，宋凌霜忽然开口：刑天，谢谢你上一次救了我。见此，你有些忍俊不禁道：你是怕再不道谢就没机会了是吧？岂料宋凌霜只是淡然一笑：我说过就算死，我也要死在机甲里。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是那么自然，那你为啥不问问机甲想不想死？闻言，宋凌霜睁大了眼睛，他没料到你竟然会给出这样的答复。在两人还未抵达寂静墓地时，你就曾在系统商城里购买过保险新人礼包。其实，在激魂商城促销分类下的第一栏中，新人礼包一直都在，只不过在你第一次拿到系统时，根本就没时间去看激魂分类，关注的都是机体零件。这系统整得跟氪金手游似的，不仅有限时优惠，还有每周促销，但商城内并没有充值页面，也不知道这优惠促进的是哪门子消费。好在这个新人礼包是当之无愧的良心，看起来是专为新手激魂定制的，礼包永久限购一次，内含意识备份和机体备份各一件，意识与机体备份将会在激魂死亡后触发，备份时的激魂和机体强度会以死亡前为标准。当备份触发后，新的机体会投至上一次激魂修整过的安全机库，价格0，完全是一份能免费复活一次的保险。心念及此，你果断地按下了购买按钮。很快，来自系统的警报声再次响起。神经同步已断开，逃生舱引导程序启动中，电动装置损毁逃生舱，引导失败，无法进入预定发射位置。驾驶舱内，宋凌霜焦急询问道：你在干什么？住手！我不允许你。但还未等他把话说完，就被你打断了。相信我，你还会在玄色苍穹看见我的。相信我。当你再次重复了这3个字后，宋凌霜终究还是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然后从操控位上跳了下来，坐进了位于驾驶室后方的逃生舱中。这一次，刑天又撕开了自己的装甲，并将闭合的逃生舱抓在了手中。宋凌霜的双手紧贴在逃生舱门上，一双红色的瞳孔正与刑天的巨型独眼相互对视，像是感受到了他的不安一般。只见刑天举起了另一只手，随后朝宋凌霜比了个大拇指。动力炉功率已达到上限。下一秒，刑天猛地挥动手臂，像是投掷标枪样将逃生舱扔了出去。看着天边几乎快要冲破阴障的银色飞行物，你不禁挖苦了自己一句：只可惜我的2台新机甲还没捂热乎呢。感觉会是场大战役，但在此之前，我得先拖住你们才行。来吧。化落庞大的数据洪流再次填满了你的身体，意识瞬间沸腾。很快，3台机甲全部进入了过载模式。顷刻间，越来越多的3级怪兽从水面上钻出，已经弹尽粮绝的你失去了所有远程攻击的手段，只能操控3台机甲与怪兽们贴身肉搏。随着一头又一头的怪兽在你的面前倒下，脚下的浅滩已经完全被兽血染成了绿色。可这些怪兽却越杀越多，终于在一声琴弦崩断般的响声后，你的内存崩溃了，同时激魂同调的效果开始消失，魔蝎双臂上的6个迷你涡轮全部停转，积压已久的废热直接从装甲的连接口中炸开，冒出了阵阵白烟。想要躲避攻击的眼镜蛇则直接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当你想要再次站起来时，却发现所有的肌肉单元都已磨损殆尽。刑天正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而斩杀者巨刃也没能砍断红背下的巨钳。断裂的刀刃在空中旋转了半圈后，便直直插进了沙滩之中。困意如潮水般袭来，大脑正在警告你赶紧休息，可直到现在你还是没能见到雷达中那个能量等级为5的未知怪兽。此刻大地仍在震颤，巨浪不断拍打着浅滩上的机甲。如果这真的是兽潮，那为什么联盟没有提前收到预警？深海探测仪已经覆盖了全部海域，这么大规模的群体迁徙不可能发现不了。不等你想完，怪兽们便如潮水般涌上了海岸，逐渐吞没了3具倒下的机甲。侦测到友方的大型空中单位，系统识别中单位名称真理，单位类型 M-2军团级运输舰，所属势力守望者联盟，欧米伽科研综合体，友方机甲接近中。就在你已经做好死亡准备时，系统提示却带来了让你意想不到的消息。只见某个巨大的东西正从高空中降落，且落点就在你身后不足2000米的地方。
玛丽，快带着你的人给这3台机甲做个急救。随着一道雄厚的男声传来，很快你便感觉到3具机体被拖到了岸上，直到有人手动帮你释放了内存空间，你的意识才又清醒了起来。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画面，就是一具纯白的机甲正伏在刑天胸前。3代决战者机甲为什么不去清理怪兽？正当你疑惑时，那具机甲赫然举起了右手，然后朝着刑天的机体内伸去。那是一个装在机甲手臂上的机械装置。等等，你要干什么？一时间你根本看不清这个机械装置的用途，下意识的想要操控刑天爬起来，可由于白色机甲还压在刑天身上，导致你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看着白色机甲把手塞进了刑天体内。片刻，刑天的腹部便传来一阵焊接声，他这是在修理机甲，可这不是浪费资源吗？装个这么大的机械装置，难道就为了能帮其他机甲焊零件？这配置修机甲都算大材小用了。这一奇特的景象让你沉默了好一会。同一时间，摩西和眼镜蛇也都遭遇了相同的情形。可惜的是，系统没能识别出这具机甲的信息，说明这部机甲根本不在守望者联盟的编制中。短短5分钟的时间内，你控制的3台机甲就全部得到了基础维修，并摆脱了机体毁灭的结局。尽管如此，海岸上的战斗仍在继续。当你操控着3台机甲再次起身时，整个海岸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尸山血海。数十台机甲硬生生用枪炮清出了一片安全区，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台暗红色机甲，你注意到了它的代号名叫熔岩，而这台机甲也没能被你的系统识别出来。此时熔岩的驾驶员咒骂了一声：该死，杀不完，根本杀不完！呼叫真理，目标机甲已脱离威胁，请求与目标一同撤离。岸上真理号便驳回了熔岩的请求，拒绝撤离，任务抵挡住这次的受潮。听到这，熔岩的情绪激动道：这不是我们一开始的任务，而且这里除了杀不完的怪物，什么都没有。我没看见5级怪兽。片刻，真理号再次发出讯号，我们正在分析能量信号的详情数据，预计还需要17分钟。在此期间，你们必须继续推进阵线。你们越靠近能量源，采集到的数据就越多。听到这，熔岩只好憋住了想要骂人的冲动。收到。就在这时，站在刑天身后的白色机甲终于开口了：你们的机体情况很糟，请不要继续参与战斗，我们会处理这一切，请你们在原地耐心等待。白色机甲的广播声明显来自于一位女士。女士的话刚刚说完，3台白色机甲便全部走向了前方的战场。直到这时，你才注意到这些机甲竟然都背着个巨型背包，看起来是由无数个组件拼装而成的。这是啥玩意儿？不等你疑惑完，巨型背包便开始迅速变形，短短数秒，组件就成为了机甲的一部分。重型装甲锯齿战刃、液压推进器、辅助抗震单元，你亲眼看着3位白衣天使变成了重装战士。果然，在3位重装天使加入战斗后，整条战线就从岸上被推回了前海区。警告侦测到多个高威胁目标正在靠近，能量等级4。系统警告刚刚弹出，你便望见远处海面上钻出了几只巨型怪兽，几乎是在雷达侦测到4级怪兽的瞬间，熔岩便将广播的音量拉到了最大。停止推进。此时的海岸上，你的系统也给出了3只怪兽的相关信息：是迅雷海妖，还有复仇者、迅雷4级、形似鳄鱼物理型怪兽，身体表面附有极其坚硬的鳞片，其破坏力足以撕碎除巨力金属外的任何材料，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敏捷程度都极强。海妖的身体与海蛇十分相似，其体表没有其他器官，只有一张可以分裂成4瓣的巨口，以及6条可以释放出100万伏电压的软枝，并且会从嘴中喷出电浆。复仇者身体与人相似，全身覆盖着黑色的尖壳，具有极强的物理和能量抗性，肩部有黑色的骨刺，用作远距离攻击。它的胸部尖壳下长着一颗特殊心脏，能够让其吐出足以融化次等巨力金属的火焰。当4级怪兽也加入战场的那一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2年前，第一只4级怪兽憎恶在欧利亚首都登陆时，谁也没能想到，憎恶只花了10分钟就将5台2代机甲全部摧毁，最终守望者联盟以12台机甲毁灭为代价，才将憎恶在欧利亚盆地击杀。在其倒下前，他已经摧毁了7座城市，共造成1400万人死亡。经此一战后，人类开始重新审视怪兽，逐渐制造出了更为强大的第3代机甲。机甲在更新换代，当然怪兽也在进化。现如今，3毁灭性的4级怪兽一起登场，你仿佛能够预见在场所有人的结局，那就是机毁人亡。但这对你来说，完全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机会。只要你在这次危机中独当一面，斩杀至少1头4级怪兽，那么你就不仅能获得巨额的进化点数，还能让在场的所有人重新审视刑天的实力，从而提升自己的机魂等级。想到这里，
你打开了进化系统下的商城页面，盯着剩余的10000点进化点，这是你在兽潮中拼死击杀了不少3级怪兽，再加上之前的剩余点数所得到的总和，目前你所控制的3台机体情况都不容乐观。别说是对抗4级怪兽，就是对上红背虾都有被拆掉的可能。可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那谁也不能保证是否还有下一次。心念及此，你再一次睁开了眼睛，接着打开了系统商城。兑换成功，机体融合页，商品描述，解锁动力炉对应权限，使机体能够直接以物质同化的方式，快速将部件安装到自己身上。备注该功能可用于机魂控制下的其他机体，也可用于吞噬无归属状态的部件。价格10000，当前可用进化点数0。另一边的真理号上，毒蝎满脸焦急地站在指挥室的门口。袁博士再不让容颜他们撤离，一切就都晚了。我们的原定任务只是抓捕刑天，受潮的事交给其他机甲军团也能解决。还不等其说完，袁博士便发出了一声冷笑：“你只是担心你的魔蝎吧？自打克里斯从玄色苍穹回来后，我就发现他对刑天格外关注。如果从伊甸园掉下来的东西真像他报告上写的那样，只是个太空垃圾，那他的说辞可就跟妮娜对不上了。在克里斯得知刑天要来寂静墓地做升级后，他就以欧米伽的名义强行买下了宋将军预定的部件，并要求高天志困住刑天，等待欧米伽前来回收。我猜你根本没想到来的不是克里斯，而是我吧？”此时的元真说完他的猜测，便盯向了正在搭建的全息数字模型，那是系统正在计算5级怪兽的真正模样。一旁的毒蝎则还在试图狡辩。袁博士，你听我解释我。岂料元真竟直接打断道：“没什么好解释的，你们听命于欧米伽，罪魁祸首是欺下瞒上的克里斯。更何况你妹妹的手术是我做的，我知道你担心她的状况。”听到这，不等毒蝎松口气，袁博士突然话锋一转：“不过你要搞清楚，在怪兽眼里，所有人都是他们的猎物，无论是欧米伽还是其他机甲军团，都有责任不惜代价的拦住他们。在其他军团赶来之前，真理号和真理捍卫队都不会撤退。”看着袁博士那双深邃的蓝色瞳孔，毒蝎只感觉自己此刻如坠冰窟。这会夜空下的海岸线上，熔岩正带领着所有机甲不断收缩战线。你们应该知道，袁博士会给我们下什么命令。想做逃生舱的，现在就做，一会可就晚了。说着，熔岩驾驶着机甲逐渐停下了脚步，然后看向已经抵达了最佳防御点的编队。只见整个真理捍卫队共计13台机甲，竟没有一个人启动逃生舱引导程序。见此，熔岩揉了揉自己干涩的眼睛，而后直勾勾地盯着海面上庞大的身影。好，那就按照预定战术展开阵型，准备与4级怪兽交战。顿时12个机甲发出整齐划一的回应声。收到。下一秒，玛丽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嗡鸣声。当顺着声音转过头时，她竟惊讶地发现，不知何时3具受损的机甲站成了一排，最老旧的刑天站在中央，魔蝎和眼镜蛇则分别左右两侧。同时，刑天的动力炉内还渗出了黑色的流体。一眨眼的功夫，这些流体就将刑天完全包裹。随后，黑色的流体便顺着刑天的手臂，最后蔓延到了眼镜蛇和魔蝎的机体上。那奇异的嗡鸣声就来自刑天诡异的动力炉。此刻的真理号上，一名副官走到元真身旁，毕恭毕敬道：“博士要让熔岩他们打断刑天吗？”闻言，袁博士嘴角微微上扬：“不用，我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克里斯那么关注刑天了。他已经不是我当初设计的那台机甲了。”而后，熔岩也收到了袁博士不要干涉的命令。现刻，海岸上的迅雷突然发出一声吼叫，短暂停滞的兽潮再一次涌动了起来。原本杂乱无章的兽潮竟然分成了好队，并从多个方位向他们发动了全面袭击。怎么可能？怪兽正在使用战术。见此一幕，熔岩当即下达了指令：改变阵型。另一边，机体融合的过程比你想象的要慢。魔蝎和眼镜蛇此时已被黑色流体完全覆盖，跃动的电流在3具机体的周身时隐时现。开火！熔岩的怒吼将玛丽的视线从刑天身上拉了回来，而就在他回头的瞬间，兽潮已经同时从3个方向发起了进攻。无数子弹从旋转的枪膛中飞出，数不清的金属弹壳尽数落向地面，绿色的兽血如泉水般四处喷涌飞溅。警告：枪管过热，冷却管制已启动，预计所需时间40秒。伴随着一阵警报音响起，熔岩再次发出一声威严的指令：变队。顿时站在最前方的机甲同时收起了枪管，紧接着向后退了3步。原本站在第2排的机甲则补充到了前排。密集的弹雨再次相互交织，瞬间构成了一张没有死角的防御网。此刻队伍最后方的白色天使也立刻开始对刚换下来的机甲进行维修。原本40秒的等待时间，在白色天使的冷凝喷枪帮助下，已经缩短到了20秒。远处的迅雷死盯着眼前的一幕，他没有继续前进，
只是如一位指挥官一般伫立在原地。仅仅4次轮换后，小队前方区域就被怪兽的尸体堆出了一道小丘。就在熔岩下达第5次轮换命令时，迅雷也再一次仰天长吼，顿时无尽的兽潮再一次发起了冲锋。部分怪兽正踩着同伴的尸山一跃而起，妄图从空中突破密集的火力覆盖；另一部分怪兽则仍旧从地面发动进攻。见此，熔岩立即改变了作战策略，启动肩部导弹阵列，保持阵型匀速后撤100米。翻腾的火光如烟花般在空中炸开，血雨甚至还未来得及落地，就被爆炸所产生的高温蒸发。无数尸体从空中向着熔岩他们砸来，快速变队。尽管熔岩及时警告了众人，但还是有尸块砸在了重装机甲们的身上。一时间，队伍里立刻出现了空隙。危急关头，3具白色天使毫不犹豫地补到了最前排。只见他们的手臂迅速变形，原本用来进行电力维修的磁针从中间分裂，变成了3根围绕在电能喷射口的稳定器。3条电弧同时从电能发射器中射出，并击中了冲在前方的怪兽。后撤。在熔岩的命令下，所有重装战士立刻重新调整了阵型。白色天使再次退到队伍的最后方，果然在重新拉开距离后，怪兽们便无法再通过飞扑来突破防线。但熔岩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更艰难的情况。在3具白色天使同时使用电能冲击后，他们的动力炉功率会暂时下降，这导致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使用冷凝喷枪。在火力全开的情况下，火神机枪的持续射击时间只有30秒，所有人都将面对10秒的火力真空期。此刻熔岩眉头紧蹙，大脑正飞速转动，他的心里其实早已有了答案，但他仍倔强地将那个方法排除在外。随着最后一颗弹壳掉在了地面上，很快所有火神机枪停止了咆哮。下一秒，几十头怪兽就径直朝机甲们扑来。只见2具重装机甲迅速举起了双臂的链锯，接着毫不犹豫地朝着兽潮迎击而去。这就是熔岩想到的办法，但其他人同样也想到了，那就是用生命拖过这10秒真空期。威廉·罗宾。熔岩在驾驶舱内竭力地喊着他们的名字，而2具已经冲向兽潮的机甲只是默契地同时回头，最后望了一眼还在后撤的方队，那是他们无声的告别。一眨眼的功夫，2具机甲就被一拥而上的兽潮当场吞没。熔岩的通讯器中只能听见链锯的切割与血肉爆裂的声音。5秒后，熔岩的耳边仅剩下一阵噪音。真理号上，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令人沉默的一幕。呼叫真理号，赤色堡垒军团预计还有7分钟抵达战场，沧海龙吟军团预计还有5分钟抵达战场。听着耳机中不断传来的通讯，袁博士没有亲自回应任何人，只是将连线切给了通讯官。5分钟前，袁博士已将前线画面转播给了守望者军团。这个举动震惊了很多人，因为没人能想到，第一个抵达战场的竟是欧米伽率领的边外军团，而且这个边外军团的统领者还是全知殿堂的副会长元真，欧米伽的创始人之一。此时的海岸线上，熔岩的视线始终停留在2具机甲被吞没的方向。但眼下还有更麻烦的问题等着他，不能再失去任何一台机甲了。哪怕再牺牲2名队员填上这5秒，防御阵型也会因火力缺失而不断减员。思索间，熔岩操控着机甲准备向前迈步时，另一只钢铁巨手却按住了他的肩膀。还不该你走，队长。下一秒，刘氏夫妻驾驶的机甲便越过了熔岩，随后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迎面而来的兽潮。对此，熔岩只能无奈地闭上双眼，浑浊的泪水在他的眼角打转。就在此时，熔岩的背后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同时他的系统也发出了警告。好在熔岩下意识的侧身闪过了危机，那是一把黑色的长柄战斧，那奇怪的嗡鸣正是战斧破开空气的声音。在刘氏夫妇还未与兽潮接触前，战斧便从2具机甲的空隙间擦肩而过，顷刻间贯穿了冲在最前方的锤头兽。岂料战斧并未就此停下，而是一路横冲直撞，